不懂。是从刚刚一开始讲说，这个非常微妙，照讲川协会跟整个伊朗照讲是两件事。川普真的把它给紧紧的绑在一起，而且你看他现在的作为就是，伊朗的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要跟你习近平见面，这两个怎么会都在一起呢？应该这样讲了，伊朗的问题没有解决掉，习近平跟川普没有办法见面，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关系到底属于什么关系？你要把这个定性要搞清楚。中国大陆来看伊朗这个事件的时候，它有两个麻烦要处理。第一个，它的极大利益在中东，所以它不希望有战争。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在某一定程度跟伊朗本身又有利益的挂钩，包括军事联盟，对不对？因为它所有的这些，你刚刚讲的仿 S300的红旗9B， 对，上300、400，红旗9，这个是 S300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的第一批的这些原厂产品是中国供应的，所以伊朗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伊朗马上就开始去 copy 了一大堆。现在，所以这一次被炸掉的，并不是红旗9B 为主，是伊朗土产的红旗9B。它逆向工程做的，逆向工程做成功了。因为伊朗很大嘛，对，伊朗的产量也很大，伊朗各种力量，人又多，对，它有8、9千万人口的一个大，它是属于一个大国啊。是。对，是个大国家，所以它的量是够的。我补充一下，就是第一个把美国的无人机坎大哈怪兽整个拉下地面的，就是伊朗。那全世界第一个逆向工程坎大哈怪兽的也是伊朗，所以伊朗在这个方面很厉害的。到现在它还有能力发射雷达，你说用什么俄罗斯去告诉它坐标？对，那这个很笨啊，对不对？用这种方式不见得是对的。我本身我们今天看到刚刚讲的这个葛斯姆岛里面。它就有地下井啊，它就有发射能力啊，表示它的雷达系统是可以运作的、啊。对，它的那它有晶片，对，它有 IC 啊，它有 ISR 都有啊，它的警戒系统都有的、啊。那后面这些东西谁供应的？一定有一个国家在不断的源源供应你后勤的东西啊，那个国家就是中国嘛。所以我认为是中国在供应它，跟它维持一定程度的关系。对，那这个东西，因为它跟它买石油啊。这个是以物易物的东西，所以不会吃呆账嘛。所以他跟川普要跟习近平碰面，一定要把伊朗解决掉，而解决掉之后呢，彻底解决问题啊，或是说今天由中国出面来解决这整个问题啊。对。但目前中国不愿意嘛？中国为什么要愿意出来？中国出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得罪了沙烏地阿拉伯。对。而沙烏地阿拉伯的利益更大，他投资金额更多。对不对？所以它权衡之下，它目前大家都在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看川普的笑话，而最大的看笑话的国家就是中国大陆、啊。对，所以你逼着川普最后不得不使用霹雳手段，不最后用杀手，赶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所以我前天在这边跟你讲一句话啊，我上次讲的话很清楚啊，我说他先将军口头上去恐吓了中国，然后我现在他现在延期1个月。实际上已经传出来是无限期延期。对，那这个话什么意思？他当然知道你不会同意我啊，川普哪那么笨？一定中国拒绝他嘛？大家这个外交动作哈的情报早就第一轮做完了，才开始会讲话嘛。川普不是在先讲的，所以他后面的所谓的作战攻势，马上你就看到了。第一个就是这个哈尔科岛先干嘛，哈什木岛。然后第二个就开始后续连续攻击的一个个来嘛，对，包括斩首行动都开始了，所以这个事件本身一定是要打到一个段落出来。本来预计是3月底能够结束这个战争，现在看起来结束不了了。那目前一个结束的希望在哪里呢？就是他真的派出地面部队，能够占领他的这个葛斯姆岛。对，那这个占领如果成功的话，能不能够做长期占领？啊，然后能够让伊朗能够在这个时候再臣服在他的情况，在臣服在美军的压力情况之下。好，那子旭，你如果从财经的角度上看的话，你就从一些数字来讲，川普的确面临他内部极大的一个压力，而这个极大的压力不只是说国际对他的不配合，是在内部逼他不得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在这一场战事的一个发展上面呢，如果以经济的角度来讲，一定是看油价。虽然说从上个礼拜开始IEA 释出了预计要释出2.7亿到4亿桶石油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并没有显著的一个下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现阶段呢，因为荷姆兹海峡的这种所谓的中断，造成每天全球的石油供应大概减少1000万桶左右。那如果以2.7亿桶或4亿桶来去算呢？
差不多就是27天到40天，差不多这个供应量就释出完毕了。那如果战事拖超过27天，或拖超过40天，其实就是1个月1个半月嘛。其实对于整个供需的部分还是补不回来，所以这是为什么短期内油价它并没有显著回落的原因。那我之前也有讲到的说，纵使啦，假设啦，明天突然这战事就结束了，油价也不会立刻回到起涨点。为什么？因为原本既有的油田或这种储油设备，它其实都已经受损了。再者，整个运输供需短期内要立刻恢复，它也不可能。所以这一定会对通膨造成直接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看到呢，从开战到目前为止哦，在所谓的轻原油或布兰特原油的一个价格，大概上涨了50%到60%。哦，这个其实涨幅算蛮大的哦，短时间内。那当然，原油价格的上涨，这一定是直接反映什么？汽油价格的上涨。汽油的价格从开战至今也大概涨了50%到60%。那在美国的一个 CPI 组成里面，能源类大概是占6%到8%，但它有分2大类哦，一种是所谓的一个燃料，一个是所谓的一个电力。电力因为美国自己有生产这个所谓的天然气，所以我们假定这一块没有影响，大概就是影响 CPI 里面权重的3%到4%。那3%到4%的价格，如果短期涨50%，那至少在 CPI 的反应里面也影响0.2%到0.3%。所以呢，这个东西它一定都会有反应。那如果我们进一步看目前美国的通膨数据，2大类啦 ，CPI 跟 PCE。目前名目的 CPI 在2.4，核心的 CPI 在2.5。那 PCE 呢？名目在2.8，核心在3.1。那油价这件事情到底受到影响多久会去反应？我们不用看太遥远的故事，看2021年、22年就知道。当时从油价开始往上涨，到反映到 CPI 的数据上面的上来，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落差。对，所以这个战事，所以它还没开始涨，还没开始涨。这个战事虽然是2月底开始打，对，可是油价在1月下旬就已经开始默默的上涨。所以接下来到了4月份会公告前1个月就是3月的 CPI 嘛，3月的、4月的、5月的 CPI 都会受到油价的影响，它都会上涨，在能源价格的部分。那刚刚讲到了。原油涨，汽油就涨嘛。汽油涨，运输成本是不是就涨？不论你走天空的、走海上的、走路上的，所有运送成本都上涨。那相关上架的商品价格要不要涨？对。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是一个，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那么多，但他知道的是什么？油价涨，对，选民就不爽了。对，不爽就影响。那我都不能降息，没错。那我的经济数字就不好看。是的，没错。所以他一定要赶快的去解决这个中东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刚才讲中美的大对抗是整个世界最主要的主旋律，而这个主旋律到每个地方都有，我都没有想到说，连马英九辞去他2个亲信，现在也引发了中美大对抗。有人讲说根本就是美国出手了，那现在讲的沸沸扬扬，就你对这个事情，这个图是你帮我做的，就是现在内部居然有宫斗，有中国跟美国的势力都加进来了。我们做个结论性的说明。第一天我在你这个节目里我就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位重量级的领导介入之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停止所有两岸交流。这是我第一天讲的话。对，那讲这个话，应该他可能，我想应该还没有人否认这个事情啊。那我的消息来源，这个变化很大，因为马英九基金会这几年来最努力的就是做两岸交流。那甚至他还觉得连日本都不可以干涉到两岸之间如果有战争发生，而且这两年期间，两岸其实都停顿的哦。你开始有学生的交流，你有两岸的互访，马英九不断的过去，等于说这个是马英九的主旋律，现在突然把这个主旋律给砍掉，而且停止下来。对，因为这个事情是个大事情，因为两岸的交流或是国民党的两岸交流，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定海神针啊，台湾的定海神针是马英九，那他是第一个总统跟中共领导人在以官方的身份在新加坡见面，对马习会，这个是历史的一刻嘛，这个历史记载的事情不会，这个历史不会再重演，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了嘛，这个很简单了哦。那我认为未来没有这样讲啊，这个情况之下，在这个基础建立的向上推动的话。那个在中方的北京来讲的话，他们会有相当大的政治的力量。那现在突然间这块拿掉了，马英九这块拿掉，停止交流的话，那就变成了剩下一个单纯的一个热情的郑丽文所领导的国民党的那一小撮人
去交流。对，那这个力道差很多，这个规模就完全是天差地的一个规模。从政治上我们来比较，所以郑丽文这个时候还有可能去见习近平吗？没有了吗？绝无可能性，因为这个变化太大了。因为你后面那个支撑的那个力道，对，已经完全丧失了。我讲简单一点嘛，萧旭岑凭什么当国民党的副主席嘛？因为他以前是马英九的，就是马英九的代表人嘛，或者马英九背书了嘛？我认为是马英，就是今天国民党，或是今天这个小号的国民党，年轻的党主席资历不够的郑丽文，他迫切的需要有萧旭岑来当他的副主席，那当时是需要，因为他萧旭岑代表的是马英九啊，所以萧旭岑一直在短时间之内跑得最勤快的，最代表郑丽文去谈判是谁？萧旭岑，就萧旭岑嘛。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就不证自明啊。所以这个就是马英九的力量的遂行在这两岸之间，那这个两岸就停止了嘛，被斩断了嘛。这个有意义啊。就换言之讲，这个是变成势单力薄的这个郑丽文，所以那这个背后它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他们的宫斗的内容当然就是说，那我们这里面它有一个水户离开了以后，然后拿了一些资料给了某某人这样子，对啊，然后最后被迫离职啊，然后里面听说还被警告嘛啊，专注当你的副主席就好，否则事情会搞得很难。跟萧旭岑讲，专心当你的副主席。这边你看到是警告了，最后的警告在这里啊，暗示若不走人的话，事态将扩大延上。这媒体写的，上报写的啊，就直接公开，就是跟宫斗了嘛。所以整个事情就是好搞得很。那这个事情会搞那么难看的背后，当然跟萧旭岑本身啊，我觉得他得罪美国也是一个很大因素啦，包括他低估了古立言的这种代表性啊，古立言是个科长级，那个荒谬啦。古立言早就当过副大使了，他好像在日本在哪里当过副大使，所以他已经是在外派就是大使了哈，再离开台湾就是大使，所以是相当资深的这个外交官。因为他们要讨好中国大陆嘛，所以出言不逊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复杂，但是政治上是清楚的，政治上非常清楚，就是马英九跟大陆的关系停止了。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